早上来一碗热腾腾的稀饭，配一个软乎乎的白馒头，这是不少中老年人最爱的早餐组合，听起来清淡又养胃，似乎再合适不过了，对吧？但是你知道吗？看似温和的稀饭和馒头，其实正悄悄给我们的健康埋下隐患呢。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个饮食误区的真相，顺便聊聊6种能让腿脚更有劲、心脏更健康的高钾食物。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马上开始。首先，我们来说说稀饭和馒头的问题。稀饭和馒头的确好消化，但也消化得太快了。它们主要成分是精制米面淀粉，进入肚子后很容易被分解成葡萄糖，迅速冲进血液。结果呢，餐后血糖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嗖地飙上去。尤其是白米熬的稀饭，比直接吃干饭升血糖更快。白面粉蒸的馒头升糖速度也不逊色。如果老人饭后1-2个小时老觉得没力气、犯困，那多半是血糖先高后低在作怪。再来看营养吸收和饱腹感，稀饭基本上是水加少量米，馒头是松软的白面团，这2样东西热量有了，营养却很单薄。它们膳食纤维极少，蛋白质也不多，维生素和矿物质更是寥寥。老人吃一大碗稀饭，啃一个馒头，感觉肚子暂时填满了，但因为缺乏纤维和蛋白质的支撑，饱腹感维持不久，很快又饿了。就好比打一拳在棉花上，没多久肚子又开始咕咕抗议。很多人以为稀饭馒头加咸菜是清淡饮食，其实这种搭配最不合理，不仅血糖猛涨猛跌，盐分还超标，对血压也不好，而且身体需要的营养几乎没摄入。长此以往，身体处于吃不饱又饿不死的尴尬状态，摄入的都是碳水化合物空热量，肌肉却得不到足够的蛋白质修复，维生素和矿物质也严重不足。结果老人容易出现营养不良、肌肉流失、腿脚无力、免疫力下降。更可怕的是，持续的高血糖波动会让胰岛细胞疲于奔命，时间一长，糖尿病就可能找上门，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也跟着提高。听到这里，你也许有点紧张，难道以后早饭都不能喝稀饭、吃馒头了吗？别误会，并不是让大家永远告别它们，而是要适当退位，别每餐都把稀饭馒头当主角。偶尔想喝碗粥解解馋，可以在粥里加些燕麦、糙米、小米或者杂豆，粗细搭配放慢血糖上升速度。吃馒头时搭配一些蔬菜和蛋白质，比如先啃几口煮鸡蛋，喝点豆浆，再吃半个杂粮馒头，这样升糖反应就会缓和许多。总之，中老年人要学会聪明选择主食，别被一碗白粥、一个白馒头骗了胃口。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高钾食物，既可以丰富老人的饮食，又能帮忙对抗稀饭馒头带来的那些健康隐患。说到这里，重头戏登场啦！钾，这个让肌肉有力、血压稳定、心脏强劲的幕后英雄。钾是什么？简单来说，钾是一种人体必需的矿物质电解质，就像我们身体里的小马达，维持着细胞的正常运转。中老年人常说人老腿先老，腿脚没劲，经常抽筋，很可能就和缺钾有关。钾离子负责传递神经信号，参与肌肉收缩。如果体内钾不足，肌肉细胞就像断电一样乏力，腿肚子容易抽筋，走路爬楼梯都感觉劲儿不足。适当补钾能让肌肉来电，帮助中老年人保持行走稳健，减少摔倒风险。不仅腿脚，钾对我们的血压和心脏也有大大的好处。现代人饮食中盐分往往过多，而钾能够帮助拮抗钠的作用。你可以把钠想象成加压的水龙头，让血管里的水压升高，而钾就是红的闸门，把多余的水分排出体外。钾可以促进身体排出钠离子，减少水分潴留，减轻血管压力，从而帮助稳定血压。很多研究发现，高钾饮食有助于预防高血压和中风。对于中老年人来说，血管弹性本来就在变差，补足钾就像给血管装上减压阀，保护心脑血管健康。最后，心脏本身也是需要钾来守护的。我们的心脏每天有规律的通通跳动，全靠体内电解质维持正常的电信号，其中最关键的就是钾。钾就像心脏节奏的节拍器，保持适当水平，心跳才能不紧不慢，协调有力。如果严重缺钾，
心律失常甚至心跳骤停都有可能发生。当然，饮食中的钾不至于一下子这么极端，但长期摄入不足，可能让心脏在亚健康状态中运转，加速老化。充足的钾还能减少动脉硬化风险，可谓对心脏多重保护。遗憾的是，很多人尤其是老人家，日常饮食中的钾远远不够。一般成年人每天需要大约3-4千毫克的钾，可现实中很多人连一半都未必摄入得到。这也难怪，钾主要存在于新鲜蔬果和豆类、薯类中，而不少老人碗里经常是精米精面、咸菜和肉，蔬菜水果吃得少，难免缺钾。补钾这件事迫在眉睫，别担心，补钾并不意味着去吃药片或保健品，我们餐桌上就有天然的钾来源。下面要登场的6位高钾食物明星，就是中老年人健康饮食的秘密武器。但在介绍他们之前，还要唠叨一句，除非您的肾功能有问题，需要医生限制钾摄入，一般健康人尽可以通过食物大胆补钾，好处多多。好了，高钾冠军们排着队来了，他们当中有的可能已经是您餐桌上的常客，有的也许是近年才流行的新秀，让我们一一认识一下吧。香蕉。提到补钾，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香蕉。香蕉可以说是老少皆宜的高钾水果，一根中等大小的香蕉大约含有400毫克钾，轻松帮您补充一天所需钾的将近1/10。香蕉还富含膳食纤维，有助于肠道蠕动，缓解中老年人常见的便秘困扰。它也提供维生素 B6 和少量维生素 C， 对神经和免疫都有益。早上或者运动后吃根香蕉，可以迅速补充能量和电解质，让人精神振奋。吃法上，香蕉最方便的是剥皮直接吃，也可以把香蕉切片拌入燕麦粥、酸奶或和牛奶一起打成香蕉奶昔，当做加餐或下午茶点心都很合适。适量来说，一天1根香蕉足矣。虽然香蕉好处多多，但也含有果糖和淀粉，吃太多可能摄入过多糖分。控制血糖的中老年人，每天半根到1根为宜，尽量选择8-9分熟、糖分没有完全转化的香蕉，这样升血糖会稍缓一些。牛油果，牛油果又称酪梨，是近几年大火的网红高钾食物。别看它长相其貌不扬，营养价值可不低哦。一个中等大小的牛油果所含的钾大约有700毫克，甚至超过1根香蕉的含量。牛油果的魅力不仅在于高钾，它还富含对心脏有益的单不饱和脂肪酸、维生素 E 和膳食纤维。中老年人适当吃牛油果，有助于提高好胆固醇水平，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。牛油果的口感细腻如奶油，用途也很广泛。您可以把它切块加入沙拉，增添柔滑的口感，或者抹在全麦面包上，代替黄油来一份健康的牛油果三明治。还可以和牛奶一起搅拌成果昔，做成营养丰盛的早餐饮料。适量方面，由于牛油果脂肪含量高，热量不低，中老年人每天吃1/4到半个就足够获取营养了。如果您需要增重或者食欲不佳，也可以适当多吃到1个，但要注意牛油果本身味道清淡，成熟度高时才好吃，挑选表皮略软的熟牛油果更适宜。红薯，香甜软糯的红薯是深受老人喜爱的天然补钾佳品。很多人不知道，红薯里的钾含量相当可观，一根中等大小的红薯约150克，含钾超过500毫克，比相同重量的白米白面含钾高出许多。红薯不仅钾多，而且富含膳食纤维和抗氧化的贝塔、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A 前体，它的升血糖速度比精米精面慢，对中老年人来说是比馒头米饭更好的主食选择。红薯的吃法简单多样，最质朴的吃法是洗干净带皮蒸熟或烤熟，直接当点心吃，香甜可口又顶饱。或者把红薯切块熬粥，熬出的红薯比单纯白粥营养丰富，颜色诱人，还自带甜味，无需加糖。红薯也可以切条烤制成健康版地瓜干，当零食磨牙。一些地方有用红薯配酸菜做汤或炒红薯叶吃，也别有风味。适量来说，红薯毕竟也是淀粉主食，中老年人每天吃50到150克左右即可，约半根到1根中等红薯，用它替代部分精米面主食，更有利于营养均衡。如果一次吃太多红薯，可能会胀气，或者因为糖分摄入过量而升高血糖，
所以适可而止很重要。搭配一些蛋白质和蔬菜一起吃红薯，营养更全面，也更耐饿哦。菠菜，大力水手爱吃菠菜的故事大家都听过吧？虽然吃了菠菜不会立刻变身补派，但菠菜确实是蔬菜中的高钾冠军之一，对保持中老年人肌肉力量和心血管健康大有助益。100克菠菜大约1小把，含钾将近500毫克，而且还富含镁和钙，这些矿物质和钾一起协同作用，帮助维持正常的肌肉和神经功能。除了矿物质，菠菜中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K、维生素 A、叶黄素和贝塔、胡萝卜素以及叶酸，可以说是营养密度很高的绿叶菜。对于上了年纪的人，常吃菠菜有助于预防肌肉痉挛，缓解腿软无力，还对保护视力和骨骼有益，一举多得，难怪被称为营养模范生。吃法上，菠菜适合快炒或汆烫后凉拌，比如用开水焯烫菠菜，几秒钟捞出，拌点芝麻油和蒜泥，就是一道清香可口的拌菠菜。或者和鸡蛋、番茄一起煮汤，做成菠菜蛋花汤，滑嫩又营养。如果觉得菠菜味道稍涩，还可以和水果一起打蔬果汁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菠菜含有草酸，烹调前焯水可以去除大部分草酸，避免影响钙铁吸收。适量方面，每天来1小把菠菜，50到100克，就能为您提供宝贵的钾和镁。建议每周吃3到5次菠菜或其他深绿色蔬菜，品种上可以和油菜、芥蓝、苋菜等轮换，营养更全面。豆类，各种豆子是中老年人饮食中不可错过的宝藏食物。豆类比如芸豆、红豆、黑豆、黄豆等，钾含量都相当可观。一碗煮熟的豆子约150克，往往能提供500毫克以上的钾，其中某些种类如白芸豆含钾甚至高达1000毫克每碗，堪称钾元素的超级来源。不仅如此，豆类还富含植物蛋白和膳食纤维，是增强肌肉力量和稳定餐后血糖的好帮手。对于不爱吃肉或消化肉类困难的老年人来说，豆子提供了优质蛋白质，有助于防止肌肉流失，让腿脚更有劲。吃法方面，豆子的花样非常多。早晨一杯热腾腾的豆浆或一碗香浓的黑豆粥是很好的补钾开端。饭菜里可以时常出现豆制品的身影，例如豆腐、豆干、腐竹，不仅增加口感，还补充钾和钙。红豆、绿豆还能煮汤或者磨成豆沙做点心。中式甜品里的红豆汤圆、绿豆糕，适量品尝也能顺便补点钾，记得少放糖哦。如果您喜欢西式口味，可以把鹰嘴豆、扁豆煮熟拌沙拉，或者用各种杂豆熬煮成浓浓的什锦蔬菜汤，也是非常适合老年人的营养餐。需要提醒的是，干豆烹煮前最好提前浸泡几个小时，这不仅缩短烹调时间，也有助于去除部分植酸和产气物质，让豆子更容易消化吸收。适量来说，每天吃大约半杯到1杯煮熟的豆类，50到100克干豆量是不错的选择。最好，但也不要一次吃过量，以免胀气不适。坚持每周吃豆4次以上，宁可无肉，不可无豆，您一定会从中受益匪浅。西红柿，鲜红多汁的西红柿也是值得推荐的高钾食物之一。一个中等大小的西红柿含钾约300毫克，别看数字不如前面几位亮眼，但胜在日常吃的量往往较多，而且西红柿还有其他隐藏技能呢。首先，西红柿热量低，水分高，富含维生素 C， 对中老年人的免疫力和皮肤健康有益。其次，它那迷人的红色来自番茄红素，这是一种强力抗氧化剂。有研究发现，番茄红素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，对保护心脏和血管很有帮助。因此，常吃西红柿不仅补钾，还相当于给心脏加了一层保护膜。吃法上，西红柿生吃熟吃皆可。生吃可以最大程度获取维生素 C， 例如洗净后直接啃，或切块与黄瓜拌成沙拉，酸甜开胃。熟吃则更利于番茄红素的吸收，比如经典的西红柿炒鸡蛋就是一道老少咸宜的菜肴，鲜艳的汤汁拌饭特下饭，或者煮锅番茄牛肉汤，番茄的酸味融入汤汁，非常适合老人暖胃。还有一个简单办法，用西红柿榨汁或买100%番茄汁，低钠款，早晨来一杯，当饮料喝清爽解渴，又补充钾和维生素。一些加工的番茄制品如番茄酱、
番茄沙司钾含量更浓缩，但往往添加了盐和糖，不宜多吃，还是推荐以新鲜西红柿为主。适量来说，每天保证吃一个西红柿或者 equivalent 一杯番茄制品，约150到200克，就能获得良好的补钾效果。西红柿性凉，空腹大量食用可能刺激胃酸，中老年人最好餐后或2餐之间食用，更加温和。说了这么多，您是不是已经发现了一个健康饮食的小秘诀？没错，少一点精致的假营养，多一点天然的假营养。中老年人的餐桌上，稀饭和馒头不妨让位给五颜六色的蔬菜水果、豆子、薯类，这样不仅血糖稳了，腿脚有力了，连心脏也跟着踏实有劲儿起来。或许长寿老人们的秘密就藏在这些看似普通的食物中呢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给您和家人带来启发。下次再为家里的长辈准备餐食时，记得多加一份高钾食物，让爱与健康一起送达。祝所有中老年朋友都能吃得开心，动得顺心，腿脚利索，心脏棒棒。